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朝鲜炮兵进入俄罗斯已经2个月了，战场之上却一直没见到鼓山大炮的身影，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朝鲜士兵的伤亡不断扩大。之前就有消息称，在库尔斯克战场，朝鲜士兵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3000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大的原因就是负责前线攻坚的士兵没有重武器的支援。不过，在2024年11月份，就有朝鲜鼓山大炮进入俄罗斯的视频流出。如果按照部署时间来看，鼓山大炮进入战区已经接近2个月了，却处于一炮未发的状态。问题来了，既然俄军缺乏重火力，为什么不使用鼓山大炮？真的是因为火炮太过落后吗？实际上，无论是鼓山大炮还是朝鲜炮兵的战术都太过落后，注定无法适应现代战场。鼓山大炮的纸面数据相当豪华，170毫米口径，射程60公里，但根本经不起深究。实际使用时堪称炮兵噩梦，全重超过40吨，需要4到6个人才能完成操作，并且缺乏自动设备，操作起来很笨重。火炮进入战斗阵地后，从展开到撤离至少需要10分钟的时间，机动性太差，进入战场就是一个活靶子，生存能力差就算了，火力也不行。170毫米口径的炮弹威力的确挺大，但鼓山大炮的射速太慢，进入作战状态后，射速大约为5分钟2发，使用常规炮弹的话，射程也就40公里至50公里，只有使用特种炮弹，射程才能达到60公里。这玩意儿就是用落后技术造出来的奇葩武器。而朝鲜炮兵的战术则源于苏联，编制与具体运用都是按照苏联的炮兵战术手册进行，至今没能升级。从编制上来讲，朝鲜一个炮兵营列装12门鼓山大炮，实际使用时则将这些火炮集中部署，这是典型的苏式风格，什么都不管，先来一轮火炮洗地。对于朝鲜而言，这个战术的确没什么问题，首尔这个目标太大，不需要考虑精度。只是在乌俄战场之上，这个战术堪称拉垮至极，不仅无法获取战场优势，反而会给乌军送战绩。在后勤保障上，朝鲜也沿用苏联的方式，将所有的炮弹放在一个大型据点内，之后再按照旅营连的方式逐步下放。注意重点，把所有的弹药都放进一个据点，也就意味着很可能被乌军端掉，毕竟藏不住。现在的乌俄战场，士兵不带点无人机都不好意思出门，直接查打一体。后方行动的特工可以向乌军汇报弹药库的位置，之后就是海马斯或其他远程弹药的任务了。可以说，朝鲜炮兵的战术与鼓山大炮根本无法适应现代战争。问题来了，如果朝鲜炮兵强行在乌俄战场上使用鼓山大炮，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鼓山大炮进入战场之后，首先就是指挥系统的问题。从库尔斯克的情况来看，朝鲜士兵就是俄军高级指挥官的棋子，对于炮兵来说也是一样的，只是俄罗斯炮兵的指挥系统稍微有一点差。一般情况下，俄军一个 BTG 里面有一个榴弹炮连，一个火箭炮连，一个迫击炮连，看起来火力很猛很强，但是 BTG 层面上没有一个协调的炮兵指挥组来协调3种弹道性能不同的炮兵。炮兵营的编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火力可持续性太差，每个炮兵连只有1辆炮兵指挥车，一旦这辆车坏掉， BTG 的火炮就只能闭着眼睛乱打了。而且营1级的火力打击能力十分有限，仅相当于120毫米的迫击炮。想要打击距离更远的重要目标，就需要向团或者旅级部队申请提供炮火支援。只是俄军营级单位一般部署在战区一线，作战任务是最重要的，火力打击能力太弱的话，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延误战机的问题。自家部队都这样了，更别说朝鲜炮兵了。火力军总觉得，如果朝鲜炮兵在乌俄战场上使用鼓山大炮，会出现炮轰俄军阵地的场景，就像当初的朝鲜兵枪扫俄军。如果俄罗斯将朝鲜炮兵单独拿出来解决指挥问题，那还要考虑情报后勤问题。鼓山大炮的射程还可以最远60公里，只是射程越远就越需要完善的侦察观测体系支持作战，否则只能放空炮。俄军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为了鼓山大炮可以正常运行，俄军需要在开炮之前为其确定打击的目标，选择炮兵阵地，之后还要向阵地派遣侦察小组，为炮兵连提供掩护。比如提前进行各种坐标参数的计划，之后还要获得上级许可才能实施炮击，并迅速变换阵地。问题在于，俄军连第一步都无法进行，无法为鼓山大炮提供准确的目标位置。乌俄战争爆发之初，俄军就只有海鹰10侦察无人机，可以为炮兵提供的情报极其有限。而且鼓山大炮自动化水平都不高，数字化水平更低，缺乏新型制导、距离、射击方向计算的系统，也没有可以与卫星、无人机进行通信的配套系统。而俄军炮兵营的侦察手段依旧是传统的声光定位，并且还只有1辆炮兵侦察车，一直到摩步旅这一级别的旅炮兵指挥组，才有校射单位和大型的反炮兵雷达，而且性能也不是很好。比如俄军的动物园反炮兵雷达对迫击炮炮弹的探测距离也就17公里，对155毫米炮弹的探测距离只有23公里，很明显没什么作用。乌军的凯撒卡车炮、M777与 PZH-2000等火炮的射程已经超过动物园的探测范围，甚至说乌军的2A36和2A65都能在俄军阵地前方蹦迪。为了弥补反炮兵的缺陷，俄罗斯还发展了青霉素炮兵侦察系统，依靠传统的声测和炮口闪光来判断乌军火炮的位置。性能虽然比老式的声光定位好了一点，但毕竟是技术复古，注定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即使确定了打击目标，鼓山大炮的火炮精度也是一个问题。弹着点散不大，也无法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所以它在朝鲜手里还有一定的作用，放在乌俄战场之上就是一个鸡肋。至于后勤，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俄军炮兵营里只有一个物资保障排，下面一个维修班，说实在的不太够用。不过对于鼓山大炮而言，后勤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俄罗斯自己的库存中没有170毫米炮弹，也不可能为了鼓山大炮单独再开一条生产线，所以朝鲜顺带也把炮弹运了过去。只是鼓山大炮射速太慢，5分钟才发射2发，不需要多少炮弹，并且生存能力很差，开2炮就挂了，自然也不需要担心后勤问题。所以就火力军而言，如果朝鲜士兵强行使用鼓山大炮，那就只有一个结局，被摧毁。鼓山大炮的结局，关于鼓山大炮的结局，大家可以参考俄军火炮在战场上的表现。冷战结束之后，虽然俄罗斯炮兵也参与了不少实战，但大多是小打小闹，并不知道现代战争怎么打。乌俄战争初期，俄军也是按照苏联时期的作战方式，将火炮集中部署，想要以火力覆盖的形式获得战场优势。但事实证明，火炮扎堆儿就是送人头。由于北约情报的加持，乌军很容易就能获得俄军集中部署的火炮，并对其实施打击。而且在乌俄战场之上，由于现代反炮兵雷达与无人机的出现，几分钟内就可以查明敌方的炮兵发射阵地。无人机既可以开展侦察，也可以发起攻击，这也就要求火炮拥有很高的机动性。传统的牵引式火炮几乎被淘汰。就比如俄军的第30榴弹炮，3个支架展开，轮子抬起，打完后撤收，再挂到牵引车上，这一系列动作还没做完，乌军的炮火就已经来了。俄军在吃了一些亏之后，炮兵战术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目前的俄军条令，攻防行动都不能公开炮兵分队的部署位置，不能在前线同一地区集中部署大量火炮，一般都只有3门火炮。发起进攻之前还要提前进入伪装阵地，发射几枚炮弹后就要立刻收拢并转移阵地。这一套操作放在鼓山大炮身上根本无法顺利执行。首先就是情报，俄罗斯将炮兵分散之后，情报劣势愈发明显，鼓山大炮就只能放空炮，或者只能对着城市这种大目标输出。其次就是生存能力，鼓山大炮的展开加撤退需要10分钟的时间，中间还需要开2炮，又是5分钟的时间，火力支援速度太慢，自身也不安全。15分钟的时间已经足够乌军的反炮兵雷达发现火炮的发射位置。
没办法，乌军反应速度太快。乌军这边收到了来自德国的眼镜蛇反炮兵雷达，对155榴弹炮的探测距离超过40公里，对鼓山大炮这种口径170毫米的火炮，探测距离会更远。在发现目标之后，眼镜蛇反炮兵雷达就会将这些目标发送给指挥系统，并以此进行打击。所以等待鼓山大炮的结果就只有一个：开上2炮后被炸。总的来说，无论是编制、战术还是战场效果方面，火力军看不到鼓山大炮的任何价值。从这点考虑，俄罗斯一直没有使用鼓山大炮，大概也是嫌弃把这东西搬上战场就是送战绩。当然，俄罗斯也有可能是在对鼓山大炮进行改进。乌俄战争打了接近3年的时间，俄军也根据经验对炮兵部队进行调整，比如炮兵的部署变得更加分散，主动后撤10公里，投入更多的无人机，并研发锦葵卡车炮。在积累一定的战场经验后，俄罗斯或许会将鼓山大炮改进成适合战场的样子，但最终结果如何，等到乌军拿下鼓山大炮的一血就知道了。据美国国防邮报报道，印度国防部与印度动力公司签约，以3.4亿美元的价格采购超过70枚中程防空导弹。报道称，印度国防部所采购的 MRSAM 是基于以色列航天集团与印度动力公司合作研发的陆基闪电8型中程防空导弹改良而来。它的主系统由多功能预警雷达、武器控制站以及垂直发射系统所构成。在火力打击方面，作战半径超过70公里，可针对多种空中目标，例如各式战机、导引导弹、直升机，甚至反舰导弹、低空掠海导弹等。在威胁预警方面，侦测半径达35公里，可同时追踪超过1000个空中目标以及300个海上目标。因此，待其正式入役印度海军后，可大幅增强其空防战力。目前，印度空军、陆军都已采用该款系统，而印度海军则将由包括维克兰特号3艘加尔各答级驱逐舰、4艘维沙卡帕特南级驱逐舰等水面舰进行搭载。需要注意的是，早在2023年3月时，印度海军曾首度以维沙卡帕特南级驱逐舰利用此款防空导弹进行过反舰攻击展示。这也就意味着印度海军实际上已拥有相关的操作经验，在整合至上述舰艇后，可直接对其进行作战部署。据防卫博客报道，日本政府以14.6亿美元的价格向川崎重工采购了17架 CH-47 重型运输直升机，其中5架为 CH-47J， 12架为任务半径加长的 CH-47JA。这2种机型都将采用最为先进的 CH-47 布洛克2架构。根据波音官网数据 ，CH-47 布洛克2机长15.88米，翼展30.14米，高5.68米。油箱满载容量为4088公升，配备2具涡轮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302公里，巡航飞行速度每小时291公里，任务升限6096米，最大起飞重量24494公斤，有效载荷12565公斤，作战半径306公里。从数据上来看，与之前的机型相比，该架构整合了多项改良设计，例如强化后的机体、改良的传动系统、重新设计的油箱等，使该款机种的筹载能力以及性能都有所提升。需要注意的是 ，CH-47 直升机本由波音公司研发，但日本川崎重工在1984年时获得了生产该款直升机的授权。截至目前，川崎重工已向日本自卫队交付超过100架各种构型的 CH-47，其中包括陆上自卫队的50架 CH-47J， 以及航空自卫队的15架 CH-47J。据莫斯科时报报道，此前俄油轮发生事故，致使4000吨燃油泄露进黑海，随后受污染的海水正不断流向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海岸。为了尽快解决这场灾难，普京曾于1月13日成立了紧急小组，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政长官韦尼阿明·孔德拉季耶夫也表示，最晚将在3月1日前清除排放到海岸的燃油。但据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长亚历山大·科兹洛夫表示，如果只是针对海滩而言，至少要到明年5月才有可能彻底清除相关污染。而在此期间，不仅需要清除当地280万平米受污染的海滩，还需要铺垫约84万立方米的新沙。如果对于整个生态环境来说，就以当前黑海海滩的污染程度，则至少需要10至15年才能有所改善，因为随着气温上升，沉淀于海底的燃油物质可能会被再次冲刷到海岸上。
能源已成为俄罗斯绕不开的话题。据俄罗斯商业媒体《生意人报》1月22日报道称，俄罗斯可能会以塞浦路斯公司为中介，恢复通过土耳其西管道向德涅斯特河沿岸供应天然气。该报援引欧盟天然气输送区域预订平台的数据报道称，塞浦路斯公司于1月20日预定了土耳其西管道的使用权，即从2月1日到3月1日，每天将有31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输送到斯坦兹大2入口点。同时，《生意人报》报道称，俄罗斯当局正讨论支付1.6亿美元来购买天然气，并将这些管道使用和供应延长至4月中旬。《生意人报》分析称，俄罗斯正努力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协商，试图通过欧洲现货市场跨越巴尔干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德涅斯特河沿岸。但摩尔多瓦总统马亚桑杜表示，只有摩尔多瓦天然气公司摩尔多瓦 Gaz 才有权向德涅斯特河沿岸输送天然气，并且摩尔多瓦 Gaz 公司只能与不违反摩尔多瓦法律或国际制裁的公司合作。此外，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官员还指出，俄罗斯正试图在2025年夏季摩尔多瓦议会选举之前，利用人造天然气危机影响摩尔多瓦公众舆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第一天签署一系列行政令，其中包括一项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指令内容是美国政府机构不再向在美国出生但父母在美身份不符合条件的婴儿发放公民身份证明。目前，美国这方面的政策是，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无论父母身份如何，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据悉，新政令将在未来30天内生效，即2月19日生效。目前尚不清楚该行政令是否会追溯影响已出生的公民，但1月21日，来自22个民主党领导州的总检察长提起诉讼，阻止该行政令推行。白宫方面目前已准备好应诉。其新闻发言人哈里森·菲尔兹称，这些诉讼只不过是左翼抵抗的延伸，目前暂无更多消息传出。尊敬的各位干员，近期哈福克火箭坠毁事件愈发频繁，难不成这是雷斯精心策划的烟火摧毁天网的前奏吗？还是哈福克为了升级天网而为？现在所有干员立即行动，潜入断桥地区，拦截高价值的载入舱，揭开这些事件背后的阴谋。1月16号，三角洲行动更新新年内容，天网坠落。在农历新年午夜后的前1到2小时内，火箭将随即发射，并在所有地图上爆炸，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星坠行动这个任务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触发概率不确定。接受后，玩家可以在半空中引爆哈福克发射的火箭，新增加2级弹药类型 7.62 乘51毫米 UN。战争新功能防御工事，增加了新的防御系统锤子工具。操作员现在可以使用锤子建造防御工事，包括各种掩体和障碍物，以帮助建立防线并确保胜利。游戏玩法，在比赛期间按下新工具按钮即可调出锤子工具，然后您可以使用新的施工标记和突出显示的轮廓识别范围内所有已建可建造的防御工事。施工进度是全局同步的，允许多个操作员一起建造，每个建筑动作都是同步的，部分完成的防御工事将保留其进度。建造防御工事，每个建筑动作都会加深突出显示的轮廓颜色并奖励积分，完成防御工事显示在地图上，摧毁防御工事，防御工事受到损坏以及从掩体中击杀也会获得积分。此外，当盟友使用安装在防御工事上的武器击杀敌人时，建造者会获得积分奖励。操作员尝试一下，为您的团队获得更多优势。新动作跳跃，一种适用于所有角色的规避动作，仅在 Warfire 中可用。要点：跳跃只能在冲刺时按下相应键才能进行，非冲刺时无法进行。跳跃方向固定，您只能向前跳跃。潜水时无法瞄准或射击，潜水时可以使用所有左手可投掷装备和一些非攻击性物品。如果被杀死或被具有控制效果的技能，例如抓钩或 QLL32 卧虎击中，跳跃会立即结束。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鼓山大炮能在战场起到什么作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